苦楚之战第5章，新货接踵至。第7集，徐州沦陷，日军强征慰安妇，闯医院，西方宣教士，建安全区。林浩恩离开汉口前，既没精力也没时间打听严保贵的下落。郑州花园口决堤3天后，日军占领安庆。浩恩听伍德医生这么说，就知道他有从主而来的勇气和信心。浩恩很清楚，尽管他是美国人，但留在战区一样有危险。他从报纸上看到，伍德医生回徐州不久，日军就攻下徐州城。中国守军徐州会战失利，伍德医生担心的事发生了。徐州城内，日军挨家搜罗妇女，强征慰安妇，闯进医院，刺杀国军伤兵。伍德医生和留守徐州的美国宣教士牧师 Frank A. Brown， 他的中文名是彭永恩，他们夫妇并同其他几位西方宣教士，以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宣教士住宅为防御屏障，建起能保护数千中国妇孺和伤兵的安全区。徐州沦陷3周后，河南省城开封陷落，日军想沿着郑州一路南下，杀向武汉。为阻止徐州和长江沿线的日军会合，阻断日军运输线，开封沦陷第3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挖开距离郑州17公里的黄河南岸花园口，想让黄河水抵挡日本人。国军新8师实施了这个命令。黄河水使日军沿淮河速占武汉的美梦破灭了。然而，黄河水所淹之处，河南、安徽、江苏3省40几个县，几十万居民家园生灵被吞没在大水中。没有死在水中的几十万黄泛区灾民饿死、病死在逃难途中。黄河水仅使日军拿下武汉的时间有所推迟，进攻路线稍稍改变，但人造洪水并非圣经创世纪那一场上帝命令的大洪水那般除灭恶人，只留方舟中传异道的挪亚一家8口。这场人造大洪水过后，恶人还在作恶，无辜者却葬身水中。花园口决堤3天后，日军占领安庆。汉奸提供的准确情报使日军用毒气攻取武汉长江防卫圈重地马当要塞。湖口要塞九江很快失守，武汉危在旦夕。中日双方集结重兵，准备在武汉对决。林浩恩眼看着民国27年，就是1938年的武汉，霎时间成了万国瞩目的焦点。早在南京沦陷后数周，就是民国27年新年伊始，武汉很多人举家搬迁逃难。国民政府下令让武汉兵工厂、被服厂、汉冶萍公司等制造业并物资设备迁到大西南后方，搬不走的工厂和物资在沦陷前全部炸毁，不留给日本人。
长江。汉口成为长江运河内河最大的港口。在上海、镇江、九江沦陷后，虽年初就开始工厂和物资大规模拆迁，但因日军入侵，战火燃起，外国轮船公司撤离，原本只占运力不到1/5的国民政府所属轮船，即便满负荷运载，也无力在数月内搬运完毕。从上海、南京等地迁来的工业和军用物资，同武汉本地代运物资设备积压在武汉和宜昌港口，因吸取南京沦陷前大撤退变成大混乱的惨剧。武汉大撤退经过筹划，政府动员所有官方和民间运力投入迁徙，从武汉经宜昌到四川沿途航道的轮船是日军空袭重点。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已有几艘客轮和上百条驳船被炸沉。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从浙江笕桥辗转迁到湖北武昌，再移汉口，眼下又被日军追打，不得不搬迁。浩恩心想，这次搬到哪里可以一劳永逸呢？眼下日军封锁中国所有对外港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从远离战场、靠近港口、保密隐蔽等诸多因素权衡，要把中央飞机制造厂搬到靠近越南和缅甸港口的云南省，已派人去云南勘察。原打算在昆明建厂，依托现成的滇越铁路，从越南海防把从美国进口的海运飞机部件用火车运到昆明，又能从美国海运的物资经缅甸仰光港，再经正在修建的滇缅公路运到昆明。如此一来，就有2条路。滇缅公路从昆明经下关、保山、龙陵、芒市、畹町出境到缅甸腊戍，经缅甸中央铁路到仰光港。滇缅公路从抗战爆发后3个多月开始修建，强制摊派沿线20万乡民自带给养到荒山野岭，全靠人力修路，以牺牲几千修路民工的生命为代价，只用9个月就于今年8月底修通从下关到畹町540公里新路，使昆明至畹町960公里滇缅公路贯通。然而情况有变，法国与日本签协议，只许中国使用越南港口装卸卢沟桥事变之前签妥合同的货物，法属印度支那，不再允许中国用滇越铁路从越南货运到昆明。日军已快完全控制滇越铁路，如今只有1条路了，就是滇缅公路。但是从仰光到昆明的路段尚未全线开通，即便开通，从畹町到昆明路况不佳，运输艰难。权衡再三，选定中缅边界南皖河与瑞丽江交界处的瑞丽弄岛镇雷允村为场址。当地居民多为景颇族，不易混入日本间谍，距离缅甸最近，省去从畹町到昆明
960公里之难行路。在迁地确定后，浩恩就要同汉口中央飞机制造厂员工动身，踏上新的撤退拆迁之旅。他们兵分3路，第一批人去衡阳建立飞机维修站，第二批人去成都建立飞机维修站。这样安排乃为飞机修理工作不受飞机制造厂迁徙的影响。第3批人从武汉直接去昆明。前2批人在中央雷允飞机制造厂运作之后，先来昆明会合，再去雷允。第3批直接从武汉去昆明的员工，设备则沿不同路线撤退。员工从武昌徐家棚站沿粤汉铁路坐火车到衡阳，换湘桂线到柳州，从柳州乘汽车去南宁，经镇南关到越南河内，从河内经滇越铁路乘火车去昆明。设备由粤汉铁路从武昌徐家棚站运到广州北站，转广九铁路石牌站到九龙，从九龙渡海到香港，再从香港海运到缅甸仰光港，经公路用汽车运到雷允。中央飞机制造厂设备从武汉装运那天遇到空袭警报，幸而日军飞机在汉口附近被中国空军飞机拦截而有惊无险。武汉会战开始后，中央飞机制造厂从8月底从汉口撤退，9月全部迁走过程中，粤汉铁路在日军飞机轰炸下运行。日军憎恨这条日夜抢运抗战物资、军队疏散难民、运输进出口货物的中国经济生命线，平均每天对粤汉铁路轰炸2至5次。日本人炸毁，中国人修复，刚修复又被炸毁。在轰炸中，抢修粤汉铁路的工程人员已有上百人被炸死或炸伤。武汉沦陷前1-2个月，正值湿热酷暑，日军频繁轰炸并实施细菌战。从去年淞沪抗战开始，涌入武汉3镇的难民和伤兵达数千万，基本饮食、生活、卫生难以保障。战争的衍生物传染病在武汉流行，感染疟疾霍乱的难民与得不到医治的伤兵一样，在耗尽他们生命最后一口气后，在苦楚中死去。浩恩知道自己能平安在武汉沦陷前离开，没有伤，没有病，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他离开汉口前，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打听严宝辉的下落。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各位收听、收看、订阅。